來我們特別關心到的是美軍的基地被炸成蜂窩，現在呢飛彈打到都給快要打完了，得靠中國大陸它的這一些重點原料來續命哦。那麼再來就是關心到說，是不是川友友們又有內線消息了？因為最新消息是刚刚我們特別談到的，美伊之間的停火協議還沒有宣布之前，竟然有人靠內線哦，在這個時候下注，結果後來竟然狂撈了換算新台幣40億，川普口中的大勝利，現在變成美國不管在軍事、金融、國際公信力全面崩盤。好，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先來看到這個美伊戰爭爆發到現在超過60天，川普不斷的在大喊說美國大勝利了，但是現在呢，來自於美國自己內部媒體大爆料說，真正被打到見骨的不是來自於伊朗的攻擊，而是美國的美軍自己。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的最新爆料，他說呢，伊朗已經毀損或者是摧毀中東美軍的15座基地，這當中包括被炸得非常慘的，不管是機棚啊，或者他們的營舍、燃料庫、飛機、雷達、通訊跟防空設備等等，而且這個轟炸的規模是遠遠超過美國自己公開承認的程度的。另外呢，就是特別來看到伊朗在襲擊沙烏地阿拉伯的一個阿拉伯蘇丹親王空軍基地的時候，造成了E3預警機呢直接被摧毀哦，這個哨兵預警機直接被摧毀之外，因為呢被攻擊了，所以呢看到多架的軍機，包括了空中加油機啊、E2鷹眼等等，都只能在露天來暫時做停放了。那另外一方面，這場戰爭也嚴重消耗了是美國的飞彈攔截器，將會需要立刻從大陸來進口加特別來補充它的庫存哦，這是我們來收到的一個最新消息。那麼另外就是最近發生的事情，一架美軍的空中運輸機 KC-135空中加油機傳出呢，在波斯灣附近。為什麼失聯？是不是因為受到伊朗的電子戰的影響？到現在這架飛機仍然是行蹤成謎的。再來就是戰爭部的統計，到4月3號，一共造成了13位美軍的官兵陣亡，365人受傷。美軍是否低估了伊朗真正的戰力？再來就是剛剛特別提到的是，現在美國急需要來自於中國的鎵補充它的軍工生產，怎麼回事？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美國的戰略思維還有它的戰術是落伍的、陳舊的啊，它沒有適應這個4年以來這個俄烏戰爭中所新發生的這個新形態的戰爭。美國跟不上，美國落後了，而且落後的太嚴重了啊！它的整個思維方式還是用舊的方式，所以他自認為他的這個防導系統是足夠的，不管是薩德系統，或是這個神盾艦的這種標準系統。還有愛國者的系統啊，甚至如果再加以色列的鐵穹，他認為他的這個防衛系統基本上的能力是夠，而且他覺得美軍啊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這些非常具有高度軍事價值的這些軍事基地是牢不可破，是不會被破壞的。結果他用舊思維來面對新的戰爭，所以美國在這一次遭到這麼重大的挫敗啊。美國它因為它掩蓋事實、掩蓋新聞、掩蓋消息，不讓美國人知道。但是問題就是商用衛星它看得很清楚，所以這次很明顯的是媒體從商用衛星所購買的這些圖片資料一個一個的擺出來。那你想，大陸怎麼會看得更不清楚呢？大陸的軍用衛星，尤其是高分的這個衛星，它每一寸地它看的是更仔細，它甚至幾公分啊。的這10公分以上的，他都能夠看得清清楚楚的話，所以他更知道美國的傷亡的情況，美國的損害的情況。但是大陸不會對往外講的啊，所以我們很明確的知道說，中國大陸是完全掌控了美國在這一次的跟伊朗的戰爭中美軍的損失的情況，還有伊朗的損失情況，這個都是完全可以掌握的。好，我們就拿這麼粗糙的這個商用衛星所公布的資料，我們就已經看到了美軍的軍事基地過去是牢不可破、不被攻擊的這個神話已經完全破滅了。228處的軍事設施被摧毀，這個已經是最保守的估計了。對，而且裡面包括很多的兵舍，也包括了很多的這些雷達的基地。那你想，雷達的基地怎麼可能？通訊設施、雷達機庫怎麼可能沒有人在裡面工作？兵舍怎麼可能沒有人住在裡面？
重要的參謀指揮中心的處所，怎麼可能沒有人在裡面工作？那因此損失的人怎麼可能就13位？那個大家眼皮中看到的掉在地面上的，而沒有任何炮彈落下來的官兵，所以每一個人都在懷疑美軍的死亡人數絕對不是13個，也不是360幾個人受傷。這個大家反而相信伊朗之前所說的，因為伊朗他打出去的導彈，他知道有沒有命中，有命中沒命中，他可以概估美軍的死亡人數，當然不準確，但是可以概估。所以美軍到目前為止沒有對外公布他們的傷亡人數有多少？沒有，而且也有可能他簽訂了這個保密協定，要求軍人的家屬不能對外洩露。我個人覺得，我高度的懷疑美軍有簽這個保密協定啊，就是要求軍人的家屬、陣亡的家屬不能对外揭露他的子弟陣亡的情況，所以很有可能情況比我們外界所想象的更加的嚴重。不然，以美國這樣的一個國家，他曾幾何時在一場沒有取得絕對優勢的時候，他要跟你簽停戰協議，要跟你簽和平協議。美國在歷史上就有一次跟一個國家簽了停戰協議，那就是中國大陸，在韓戰的時候。從此以後，美國再也沒有跟任何一個國家在沒有佔絕對優勢的時候簽停戰，要不就是倉皇而逃，越戰，要不就是阿富汗戰爭倉皇而逃。但是他基本上都是以絕對的優勢的情形簽下停戰協議。那因此這次願意跟伊朗簽停戰協議，我個人就高度懷疑。好，那現在的情況就是美國由於掌握不了伊朗還有多少庫存，不知道伊朗還有多少無人機，所以他一點辦法都沒有。這第一個。第二個，他自己本身的有殺傷性的防導的導彈損失消耗太快，他獲得不了關鍵的稀土。但是問題就在於，中國大陸不會提供給美國任何1公克的軍用稀土，因為那是法律。对，所以別想從中國大陸那邊得到。好，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在這一場戰事之下，現在美國最頭痛的問題，因為來自於媒體的爆料說，這個軍事損傷遠遠是大於政府所公布的這個數字。那美國現在頭痛的問題不只是在戰場，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軍事損傷慘重之外，還有就是信任崩盤，內線交易是否又再度的爆發？因為呢，美伊雙方不是簽了這個14點終戰備忘錄嗎？結果沒有想到是在這個備忘錄正式的公布的前1個小時，突然間呢湧入了高達9.2億美元的原油空頭部位，接着油價突然間暴跌超過12%，短短的時間之內，市場有人狂賺，換算新台幣40億元，跟川油得到的內線有沒有關係？楊老師怎麼看？華爾街是氣瘋了，那華盛頓也都是覺得這個不可思議。對。不過先提醒，這個14點終戰備忘錄不是美伊雙方簽署哈，這是美國單方面提出來，而且就是美國川普的女婿庫什納，還有中東特使維特列夫他們所主導的。那這個多誇張！5月6號，美國時間東岸時間清晨那個時候，其實在股市這叫期貨市場裡面，其實一片淒慘。那沒有人在怎麼下單。清晨3點40分，突然有一筆9.2億美元來去等於是買原油原油1萬口原油期貨的空單，也就是做空，意思就是說預期它會跌。可是現在怎麼會有這個訊息呢？沒有啊，70分鐘之後，美國東岸時間清晨4點50分，美國的一個媒體叫做這個 Axios 就公布了這14點終戰備忘錄，他從白宮取得的。然後呢，油就開始跌，幾個小時都跌了到12%，所以來到了它的獲利就多少？它獲利1.25億美元，就40億台幣。所以這個當然是內線套利嘛。而且你為什麼在清晨的時候你會去下這麼大的一個空單？然後第二點，你為什麼在清晨的時候要去公布這14點終戰原則？剛好在下單的70分鐘之後。否則，如果再延長時間的話，这個市場馬上就會反應，怎麼有那麼一大筆單來下這個空單，說原油會跌，那一定白宮可能會要出招了，所以大家會跟。所
所以你來不及跟的時候，他猶豫的時候，消息就出來，那消息出來當然就跌了，來不及了，那他就獲利了。所以這個时候，其實整個華爾街覺得哇，這個叫什麼？叫春江水暖鴨先知，那川有先知，這很清楚，因為已經連續這個是第3次，第一次是在3月23號的時候，川普發文說，哎，這個談判有進展了。那在他發文之前的15分鐘，市場就出現5.8億美元的，就是買盤，那個是華爾街。然後呢，4月7號不記得是停火嘛？在停火之前這麼大的一個事件，果然在消息公布之前，又有9.5億美元的這個買單進來，所以2次都基本上都認為是嚴重的內線交易。美國的民主黨已經到美國的政府裡面，他有一個委員會然後要求說這個嚴重違反美國的司法跟政治上的倫理。那可是到現在也沒調查出來。你看現在又來了一次。那這個操作呢，很明顯，我覺得就是因為 Kushner 跟中东特使2個人過去也都是在這個做這個股市買賣跟基金買賣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有可能。那但是問題是，現在所造成的信用透支不是只有就是川普而已，它是整個美國政府的信用透支。那而且你這是用石油來換，來換什麼呢？來換和平。也就是說，讓伊朗的這個這個封鎖解除掉，那最後呢，讓川普呢更賺一筆。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那伊朗現在在考慮，在思考。那我覺得中國大陸也在看，那不會說從一個股市的角度或期貨的角度來去解讀它，反正他賺是他家的事，是美國人自己的問題。那可是呢，來看它到底對和平是不是真的有持續的效应？好，這個是我們看到最新的消息哦。金融市場整個內線交易引發了這個國民還有整個華爾街對於川普非常的這個憤怒還有不信任。另外，川普還面臨在政治上的一個不信任，是因為來自於《衛報》的最新報道說呢，有一位民主黨的議員，他這個時候站出來寫了公開信，點名的就是川普跟納坦雅胡。他說呢，你美國跟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攻擊，理由就是要阻止伊朗取得核武，但是美國你自己政府自己知道，卻不敢公開承認以色列其實也擁有核武啊，你幹嘛不敢說呢？李將軍怎麼看？在網絡上有個笑話，有一個記者問赫格塞斯說：“你這次為什麼要攻打伊朗？”赫格塞斯說：“因為我們懷疑他在發展核武。”那這個記者緊接着又問赫格塞斯說：“那你們為什麼不攻打北韓、北朝鮮？”然後赫格塞斯回答說：“他真的有核武。”這就是美國的一個標準嘛，對不對？現在如果說是朝鮮他已經擁有了核武，但你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句話都不敢講，但是你卻的這個去攻打伊朗那全世界有核武的國家總共有9個國家當然其中包括到以色列，以色列是傳說，但是他並不承認。這9個國家我念給各位聽，分別是俄羅斯、美國、中國、英國、法國、印度、巴基斯坦，還有以色列還有北韓其實這個之前原來還有一個國家有核武的，這個國家叫烏克蘭但是因為在這個冷戰結束之後，他自己自願將他的核武器交出來。那現在大家都看到這個這個烏克蘭現在結果，俄羅斯攻打他毫無還手之地雖然說他在硬撐的。那所以說有時候你怎麼講核武這種武器就變成一個國家最後的一個保命符。我因為有核武，我就可以免於被你們這些国家侵略跟攻擊。那我想說，以色列要有核武，大概也是這種心態。他認為這個國土縱深非常的狹小，然後周邊都是穆斯林的國家他認為活在這個地方那非常危險，所以他有一種杯弓蛇影的那種這個緊張的情緒。因此，當然在這個西方國家的協助之下，他建立了所謂他自己的核武庫，然後將這些核武保存在自己國內。我想說，他最主要是安全的考量。但是你反觀伊朗，伊朗四周是不是也都是核武國家我們看到以色列他自己也講，我被核武國家包圍，包括以色列北邊呢是俄羅斯這個印度、巴基斯坦，剛好把以色列包圍在中間。你說他是不是也是一個被核武包圍的國家？是。那他當然就他的國家安全立場，他當然希望有核武當然现在如果說是這14點的備忘錄能夠達成，
我想說，對全世界能夠減少核武，總是一個很好一個訊息。那少一個國家有，就少一個國家有。但是美國一種这種双標的標準，我們也看出來，美國事實上只能說就是欺善怕惡而已。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